有请主持人赵春。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周群老师，欢迎周老师；媒体评论人于伯宏于老师，欢迎于老师；心理专家于继静于老师，欢迎；松鼠 AI 1对1的董事长厉浩洋厉总，欢迎。来了解一下今天第一组嘉宾朋友的基本情感困惑。我们俩是通过亲戚介绍认识的，结婚7年了，有一个女孩，已经5岁了。我们每天都会因为家里家外的大事小情吵架，而且这些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7年来，我看着我老婆从媳妇变成了孕妇，从孕妇变成了产妇，又从产妇变成了怨妇。我是多么想把这个幸福的小家经营好，现在真的有点力不从心了。有请这对夫妻，有请。孙先生30岁，来自哈尔滨个体，有请小孙。古女士32岁，来自哈尔滨个体，有请小古，有请。欢迎两位啊！今天是谁要来啊？我要来的。来的目的是说评评理呢，还是说想不明白就打算离呀？根本就过不下去了。哦，行了，过不下去就把委屈都说了呗。你还能过吗？坚持能过。哎呦，坚持这个词儿用的就是你也觉得不老好了，这个日子是吗？我感觉还行，挺好的。结婚应该不像谈恋爱那样。啊，行，听听女生的这个怨气吧，来。我们两个生活中吧遇到挺多困难。我们两个人吧，原来有一个30多平的房子，是他爸妈出钱给买的。啊。后来有孩子了，我就想换一个大一点的，住不下了。啊。就买了一个现在130多平的。哦，你们俩这个真厉害啊！结婚不久就挣了好多钱。不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呀，是我妈出钱给付的首付。嘿。现在我们自己还贷款呢。住了一段时间，他又开始说想把他爸他妈接过来。起初我根本就不愿意啊，我妈也出钱了。接了不很正常，有啥不愿意的？那为什么我妈就不能来住呢？我也没说不让啊。那后来我不同意了吗？那住就住呗，咋就那么多事儿呢？他爸每天就喝酒，把朋友往家里领，家里又不是酒店又不是饭店的，你往家里领什么呀？喝点酒不正常吗？正常什么呀？盆烧天网烧地儿的，根本就不管，一天喝的5迷3道的，谁管过呀？那领家能省点吗？那谁还没个朋友呢？那是有朋友，那吐完了谁收拾？不都我收拾的吗？那出去喝酒最严重一次，不是派出所给送过来吗？卡的鼻青脸肿的，那丢不丢人？那吵得邻居都睡不好觉。公公有点不自爱是吧？还有他妈呢？那我妈咋的？我妈天天伺候你，收拾屋子，那不挺好的吗？还咋的？多时髦一老太太呀，衣服旧一点的就不穿，嫌磕碜。换季了吗？换季了，那过母亲节我寻给她买一件吧。那1000多块钱衣服，直接当着我的面送给对面邻居了，让我怎么想？那穿不合适。那不合适，你跟我说呀，是不是在商场买的能退呀？那么多钱呢，你趁啥呀？他知道那些钱呢？他知道贵还不让你买呢？那我搁柜里那5000块钱哪儿去了？你咋说的？我烂花了。那我以为家里进小偷了呢。那谁跟我说过呀？我也不敢问你爸妈。问你的时候，你说给你爸妈买保健品了，那为啥不能给我妈买呀？没说不买呀。买了吗？没买。没了。没有买就是没买嘛。那给他爸妈买了。那买保健品，那对身体好。那老人那个年龄大了，缺钙缺铁的，你补身体，那以后呢也是少添累赘呀。那还能看孩子，那不挺好的吗？那不正事吗？5000块钱，你就让大家评评理，什么保健品5000块钱呢？那不就让人坑让人骗了吗？那我亲老姨为了挣你提成，你别说了行不行？那我亲老姨能挣我提成，挣我钱，那开玩笑，这是让人听着闹不闹的？那我怀孕的时候呢，说的可好了，他说啊，我妈天天给你做鸡，你咋就那么多事儿呢？那家养的石榴汁鸡都让你吃了，你说太咋了你？那鸡毛在顶上呢，最严重一次我看着头发都在里呢，那我咋喝呀？哎，那不很正常吗？那年龄大，他眼睛花，他能看清吗？那你妈做饭不掉头发呀？你做饭不掉头发呀？那掉头发就不能吃了。那你妈咋不来伺候你，不给你做了呢？让我妈来干啥的呀？我坐月子的时候呢，
你坐月的时候咋的呀？啊，我说我想吃排骨，你妈咋说的啊？100多块钱排骨，那不多贵呀！那不跟我说了吗？又没跟你说。那嫌我早晨不起来吃饭了，那孩子本来就小，那他总哭，那晚上我睡不好，我早晨就起不来，你妈左一遍右一遍的，那不是4、5遍整，不起来就不高兴。那不是做完饭招你吃来吗？那等凉了啊，凉了腾，那不成剩的能好啊？你说这干啥呀？那我怎么就不能说了？那我妈那1月3000多块钱，那工作还没了呢，那你给钱了？他总说不就是想让我给吗？那就因为他看孩子了啊，我就得给他3000块钱，那不是他孙女啊。你妈咋不来呢？我妈没有时间呢。谁说没时间呢？他不是为了他孙女吗？那领孩子出去玩去，那卡的鼻青脸肿的。谁家孩子不磕磕碰碰啊？那小孩跑得快，谁能跟着身后啊？年龄大了。一早上给孩子吃糖和零食，孩子那么小，长不长蛀牙？那不隔辈亲吗？那小孩那不很正常吗？他一哭一闹就给他块糖，给他吃能咋的？你说谁家没那样？啊，那你咋不说你妈天天给我做土豆吃呢？1天3顿，早晨土豆丝儿，中午土豆片，晚上土豆块。天天给你，再不就是白菜炖土豆，土豆炖白菜，你让我怎么吃？天天给你做土豆丝儿，那叫连吃1个月。那你咋自己出力偷着吃呢？我就吃碗面，我天天上班，我早上我5、6点钟我就走，完了晚上7点回来。我有时候在外面对付一口，那能咋的？我吃啥了？你吃啥你不知道啊？我1个月挣多少钱？我给没给你？你给我了，是给我了。我吃啥了？我那钱从哪儿来的？我偷的。那我哪知道你是偷的抢的呀？反正是钱是你花了，你出去吃去了，我自己在家领孩子，我出不去，我就在家天天得吃土豆子。那现在这回好，那我爸妈走了，这回你事儿又来了，又成我不干活了。我几点下班？我几点上班？那你就不能帮我干点活呀？洗个衣服、做个饭，你做过吗？买米买油都得送上楼了，我说让你搬厨房去，他都不搬。你都花那个钱了，他给你送上楼了，咋我下楼接去啊？我干点活了。那你一天在家除了说话啥都不干，你出去挣钱你就伟大了呗？那我回来我还干啥呀？我再洗衣服，我要你干啥呀？那你没事你咋老说我回娘家呢？过个节你就回娘家，什么5·1呀、国庆啊、过年他都回去。过年有回去的吗？过年回家怎么了？我爸我妈在家晾吗？我家住的多近呢，那我回我妈家就不行，非得回你家。我家就那你家是农村？我自己。你自己？那你家是农村呢，蚊虫叮咬的，孩子那么小，不遭罪呀？买东西也不方便，交通也不方便。你家过年有蚊子呀？不回就拉倒。那你没事老给你妈打啥电话啊？不是，回家不行，我打几个电话又有毛病了。那是几个吗？1天10多个电话，问他吃什么，像我能克着你似的，是吗？那不就说那些事儿吗？不是，那你家下多少个蛋，啊，养多少只鸡都得向你汇报。那你妈有病了，你嫌我不关心你妈了，说我不打电话了。那你妈有病了，直接吃药呗，吃药不好使上医院呗。我打电话她能好，要医院干什么呀？你打电话那不关心一下吗？老人不缺少个关心吗？我怎么关心？我还应该怎么关心？安慰一点吗？我给他安慰，那谁安慰过我？行，这个心理怨气看来积怨很深呐。我能问几个问题吗？可以。你们家谁工作呀？我工作。打结婚起就是你工作吗？对对对。那就是说您算是全职太太。嗯。公公婆婆等于来你家住是帮你带孩子的，对吧？什么时候走的呀？孩子3岁的时候走。走好几年了。哦，先生对妻子的抱怨是什么呀？不懂事儿，对吧？那是不懂事儿吗？你看，对吧？
就一点都说磕碜，那我就受不了人家不是啊！还给你带娃呢吗？你带娃那不是他孙女吗？啊，该他带吗？他要是不带的话，他儿子怎么出去挣钱呢？那他儿媳是干嘛的呢？那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呀。所以呀，我觉得你们俩，恕我直言啊，你们心里大概都少一个词儿，叫感恩。我也不是说不孝顺，这就没人说你不孝顺，可能事儿也做了，但是牢骚也发了，事儿就顶在这儿了。他辛苦吗？辛苦。他辛苦吗？那也挺辛苦的。那你们俩刚才怎么吵得那么热闹呢？就是沟通方式可能习惯了，其实就是情绪。道理咱都明白，事到临头的时候，情绪控制不住就吵。我相信两个人心里都特委屈。你觉得你做了丈夫应该做的，但是他不理解你；你觉得你做了妻子应该做的，可是他也不理解你。对，要调整怎么办呢？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调整啥呀？挺好的，我就听他俩你来。蛮经典的口头禅，叫净扯这些没用的。你们刚才两个人的争吵，那就是净扯这些没用。做丈夫的，你坦诚地回答我一个问题：如果你的妻子对你的父母很孝顺，对他们非常好，你是不是会对妻子更好，对家庭更负责任？那必须的。那我现在也没不孝顺啊。你先不要吵，他说的是真心话。我们做子女的，我们孝顺父母，不必寸步不离，但是心要近在咫尺。你是做儿子的，房子变大了，马上把父母接来住了，当然是能够帮你照顾孩子，但更多的是一个儿子的孝心。我说的没错吧？对。但是你有没有顾及妻子的感受？日子久了，难免会有这样的
一些矛盾和摩擦，而且这样的小矛盾、小摩擦，它日积月累以后，它就会变成大矛盾、大摩擦。我们做子女的，我们孝顺父母，并不是只有把父母接来一起住这样一种办法。很显然，在接父母来住的问题，做丈夫的有点过度，但是他常和父母联系，你有点过分。一天打10多个电话，10多个电话虽然多，但他透出的恰恰是爱心，这就是嘘寒问暖。这一点，我认为你应该值得欣喜。对你来说，你对父母、对公公婆婆的孝顺要一碗水端平。很显然，你偏重于自己的父母，而你呢，对自己的父母和对自己的岳父岳母的孝顺也要一碗水端平。但你很显然，他是偏重于自己父母的，这就是造成了你们很多矛盾，净扯这些没用。你刚才说他的母亲生病了，生病了有什么？有医院在，这句话很让人寒心哎。对老人来说，自己媳妇对他的关心呵护，可能比医院的药还要灵，这就是亲情，你给了吗？如果说你真的把他的父母当自己的父母一样，他真的会感恩你，他会报答在对你的好，对家里的好。同样，如果他对你的父母也像对自己的父母一样，你同样会容忍他，会包容他很多的缺点。不信你们去试一试，你们是孩子的榜样，在孩子面前不要这么净扯这些没用的，好不好？来，我听上半场，我以为这父母还在跟你们一块儿住呢，但是我后来听到说，都晚上泄火了，你知道吗？但是你俩吵架没有一个是泄火的，
都是往上拱。刚才也说了，其实两人矛盾大吗？都过去的事儿了。但是你们的模式没变，就是父母在一块儿的时候那种模式延续到现在。其实男方给父母打电话，打10个、打100个，和你没有一点关系。但是因为你有怨气，所以说你接受不了打电话，就这个意思。所以我希望两个人在沟通当中的时候呢，彼此示弱一下，有一点容错的这种空间。那么这样的话，两人谈话的方式可能就不一样了。谢谢于老师。我特别想送给你们2个呀，还有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2个词，一个叫积怨，一个叫排毒。无论是夫妻之间、男女朋友之间，还是公司合伙人之间，都会有这2个词。你们2个在一起，那么多的积怨，就是因为你们俩从来没有做过排毒的事儿。如果是你能够用心的、不断的去做一做这些排毒的事儿，很多事情到发生的时候，哪怕再发生什么大的矛盾，都不会有问题。我就问你一句，当时让父母来的时候，他们过来给你的帮助，和比起他爸爸给你带来的那些痛苦，和他妈妈给你带来的那些土豆，是不是利大于弊呢？对吧？对。否则不会待3、4年才走吧？那既然你想享受这些东西，那出了那些问题，你为什么不能把它扛下来？然后你来想，我怎么排我内心的毒，我怎么排老公心里的毒呢？人心都是互换的，但你经常呢得理不饶人，而且有时候还没道理。当然，老公也有不对了，我觉得他也错3分。如果他没事的排毒，你的排毒方式特别多，对吧？给他买个礼物啊，说个情话呀。既然是爸妈也在，对吧？老爸也折腾你了，没关系，那我单独的带你出去看个电影啊，唱个歌啊，是不是？也不能说有了孩子就完全没有夫妻的小日子了。当他感觉到你对他的爱，他的心里的毒也排掉了很多，是不是？我知道你累，但是你再累，你现在回家把自己折腾了，是不是更累呢？如果你多排毒，把积怨去掉，你们2个也更开心嘛，对吧？好，谢谢厉总啊。按照现代的西方研究成果，叫做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夫妻关系是第一位关系。其实咱中国古人早就说了一句话，叫内外有别。什么是内？在夫妻关系这个词上已经定义了，内人就是老婆嘛，所以一定要记住，内外有别就是处理跟岳父岳母、公公婆婆那个关系最好的良方。夫妻之间是个姻亲关系，姻亲很容易破掉的，就靠情感的维系。你跟父母之间是血亲关系，你怎么做父母都能理解你。你爸妈就知道我儿子难，所以闺女3岁的时候人家走的嘛，人家心里也委屈嘛。那你说你要能想到丈夫这个委屈，你应该怎么做？还那么喊吗？丈母娘给买房子容易不？不容易，不容易。买了房子就把自己的亲爹亲妈先接来了，这事儿对不？对啊，对。刚说完内外有别，这事儿对不？所以说你看我想把爸妈接回来，光宗耀祖虽然是你妈买的，行不？这是内呀，先跟内人商量商量。内人说不行，我妈买的房子，缓一缓呐。说的对你们就听，说的不对呢，也就那么回事儿了。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希望你以后多包容点，我也会替你多想点。毕竟说这么多年了也不容易，以后我会为你多分担点，替你多想想，对你好点，小恩小惠。其实这么多年，咱俩在一起苦过、笑过，也哭过。但是我感觉，要是还按以前的方式生活的话，我怕我坚持不了多长时间。虽然说咱们孩子还小，都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但是以后的生活还是咱们2个的。
我想，如果你要是真能改变的话，其实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啊！咱们来看看这对夫妻的选择，请开门。这个没有。请看。我和我的女朋友在一起交往3年了，我们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我们每天都在为结婚做准备。就在3个月前，我的新娘凭空消失了，任何可以联系的方式我通通都尝试了，但是没有任何音讯，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请今天的男嘉宾，有请。男嘉宾小张，24岁，来自重庆，公司职员。有请小张。欢迎小张啊！今天这上场跟平常不一样，是你自己来的是吧？是这样的，我有一个交往了3年的女朋友嘛，在3个月前她忽然消失了，打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那去她家找她呢，她也不在。我问她爸爸妈妈呢，她爸爸妈妈说她也不告诉我。所以说我今天来想求助一下咱们节目组。所以是求助我们栏目组的。我的女朋友跑了，那么今天他的女朋友有没有来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看看小张的女朋友来没来。来，请开门。哦，来了。女嘉宾小杨，24岁，来自重庆，公司职员啊。我听编导说找你老不容易了哈。对，就是3个月前嘛，我遇到了一些事情，
3天2头来咱家，我都不知道他是来参观的还是来视察的。我觉得挺好的呀，我妈来咱家来帮忙，来收拾房子，那挺好的事儿啊。咱下班了回家干干净净的，整整洁洁的，那不挺好的吗？之前说买小房子的嘛，是他妈妈，然后到最后我们就是房子全部都弄好了嘛，然后他妈妈就说房子小了，东西多了，没地方放，还直接把我妈妈为我们结婚准备的厚被子嘛，给直接拿走了。被子那么多放在那儿，那么乱，我妈拿回家，然后帮忙晒一晒，这么照顾周到，你还有意见啊？就之前嘛，就是我一个人住在那边，就晚上我觉得睡着睡着觉得特别冷，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让他把被子送过来一下，结果就听到电话那头他妈妈就说这么晚就不能将就吗？然后他就真的没有把被子送过来，害得我那1个星期都感冒了。你就不关心我的吗？那你就知道你那天晚上我还闹肚子呢啊，那大半夜的那么晚呢，那我妈说那出门有危险吧，不让我来，那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吗？我觉得你就是个妈宝男，你妈妈每天给你打3、4个电话，早上还在问你起床了没有，中午就是问你吃了什么，晚上问你睡了没有。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从小就体弱多病的，经常生病，那我妈经常打电话关心关心我，那不挺好的事吗？那你妈妈每次为了编理由让我们回家，说今天给我们炖了什么排骨汤，明天做了我最爱吃的大龙虾，总之就是让我们天天回去，天天陪她，我们的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这还不好啊，下班回家就能吃到我妈煮的热腾腾的饭菜，多好的一件事啊！你现在去外面吃嘛，外面吃又难吃又贵，那何必呢？那回家就能吃好吃的，那挺好的事啊。喝汤的时候，那为什么每次你妈妈都会亲手端到你面前呢？她都恨不得喂你。每个母亲对孩子，她不都这样吗？这正常的事儿啊，这。那你睡觉睡着了，她还会给你捏被子，还会摸你的脸吗？我觉得挺正常的呀。现在哪个妈妈孩子这么大了还经常摸你脸呢？还有我们每次回去的时候也是，他妈妈就每次搂着他抱着他，还在说让妈妈看了看咱儿子瘦了没有。这儿子怎么就瘦了呢？难道他妈妈把他交给我就这么不放心？我的天哪！你说我啊，那咱买车那事儿也是吧？买车我就觉得重庆没有必要，早高峰晚高峰的能堵1个多小时了，轻轨多方便的只要30分钟，那我何不坐轻轨呢？我不都是为了方便吗？而且你不能错开高峰期去上班吗？错开高峰，我的天，那早上得多早啊，晚上得多晚回来呀？车买了吗？车买了。买了还吵什么呀？买车的钱是我们家出的，那万一我们家没有出钱的话，那是不是连我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这肯定不会的，这个。那我们当时选的婚纱照，我们不是定的6000的吗？到最后也是变成3000的了。婚纱照这个东西，我是觉得没必要。你拍个1万块钱的，你不也得压箱底儿吗？你何必呢？啊，没有任何意义。我婚纱照没意义，我们摆酒桌也没意义喽。我们当时也是一起商量的，对吧？2800一桌的，到最后也是变成1400的了。任何事情在你这里，你都会斤斤计较，被你打折扣。我现在都不知道我在你心里有没有被打折扣。但是你现在在我心里已经被打折扣了。他给你打的都是5折，我一听啊，6000到3000，2800到1400，你给他打的是几折呀，姑娘？1折了。哦，1折了，那麻烦了。哎，彩礼打折了吗？就是我们那边嘛，就是彩礼都是20万嘛，20万，我们也只要了12万，就是还拉着我的父母一起去商量嘛，才最终8万块钱。我妈也是工薪阶层啊，是吧？那挺不容易的，那8万块钱不多吗？这个婚结的啊，房子炒，车炒，彩礼炒，结婚照炒，酒席炒，还有炒的吗？你看这么多事儿往一起去啊，跟他妈妈。他妈妈经常给他买衣服嘛，然后每次就当着我的面说我买的衣服不够好，他买的最好。每个人眼光他都不一样，是不是哈？我不是没嫌弃你买的吗？结婚之后，连你的工资也归你妈妈管。这挺好的呀，我妈掌管我们家经济这么多年，是吧？那掌管的挺好的，井井有序的啊。那帮我们管管，我们也省心，是吧？挺好的事儿啊。现在哪个小孩子还这样子的呀？就是把钱给妈妈管，你每次都不在自己的身上找缺点。好像你们一直在说妈，爸爸呢？爸爸去世了。等于妈妈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你拉扯大的是吧？你多大的时候爸爸走的？10岁的时候。这难怪呢，妈妈特别疼儿子哈。不容易一个。
我想先跟女生说一下，通常，单亲母亲抚养长大的儿子，他们之间的这种血浓于水的关系，可能会更超越一些普通家庭。儿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会感受到母亲的这种艰辛和不易，所以这种依赖、依靠，可能并非因为另外一个人的到来会迅速的做改变。所以我想先提醒的是女生，你可能要考虑到她这个特殊的家庭，要留有一定的余地。那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一下男生啊，从我整段听下来，我觉得有几个是我印象深刻的，比如说闹洞房这个事儿，这个陋习，新娘子尤其害怕，特别是看了一些负面的报道之后，她很担心这个喜事儿会不会变成一个回忆起来特别不开心的一个事情。对她来说，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她不希望有任何闪失。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女生提出的顾虑你应该考虑。第二，当她说到拍婚纱照和婚宴的时候，我是在你们两边有不同意见。我觉得婚纱照一定遵从他的意见，你说的不对。你说婚纱照拍完之后就放在那儿，一辈子都不会看一次。婚纱照拍完是挂在家里，你一直在看的，一直挂到老的，不是说你一辈子都不看的。然后婚宴其实我有另外的看法，我觉得婚宴那个是个流程，是摆给大家看的。我觉得2800、1400，其实我如果作为亲属啊，我不是太在意。女生她有很多诉求，她其实是一个女孩正常的要求。结婚后，我们俩的财务我们自己管，这个应该大家听起来都没有错的。因为你们要建立一个小家庭，你就是跟妈妈再好，妈妈不能够角色越位。你记住，你现在要和他结婚，你们就另外成为一个家庭。女生可以体谅你，在某些时候包容你，但是你和母亲，你们之间两个人的角色定位一定要清晰。谢谢。谢谢周群老师。我现在的心情很沉重。刚才在听男生讲的过程当中，我不停地在画阵子，我画了17个阵子。啊，是你说的，我妈说和我妈。我当时想，这是一个典型的妈宝男。当听到你告诉赵传老师，你这么小，父亲就去世了，是你妈妈含辛茹苦把你拉扯长大，你和妈妈相依为命，我瞬间的理解了。其实这是一个蛮了不起的母亲，她为什么希望你们的婚礼以后洞房能放在她的家里，并不是要风光和面子，其实是要告慰他在天堂的父亲。哦，这是一个母亲，我想很自然的发自内心的一种喜悦。男生，我还是想问你，结婚以后你的工资让你妈妈保管，这从法理情理都是说不通的道理，是你提出来的还是你妈妈提出来的？我妈提出来的，她是怕我们管不好嘛，年轻人大手大脚。这一点你妈妈做的不对。你们分明给这个未来的媳妇一个明确的信号，只有妈妈才是可以信赖的家人，而她是要小心提防的外人。这一点，你妈妈不管有多少理由都说不通。但是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他妈刻意的想来干涉你们的婚姻，并不是，而是他太爱这一个孩子。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你就有问题了。我们说一个男人他进入婚姻角色的速度，决定了婚姻的幸福指数。很显然，你没有长大，你没有断奶，你让你妈妈担心了。如果你在你妈妈面前表现出来的是可以独当一面，我是一个长大的男人的时候，你妈妈不但会欣慰，有些事情她懒得来管。所以男生可能更多的你真的要改变，真的不要去追究这3个月他为什么人间蒸发，而是要追究人间蒸发3个月背后
症结在哪里？在你身上，不在你妈妈身上，你明白吗？谢谢博红兄啊，于老师，先讲点道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然后我们再说点感情，没有感情也不可能恋爱3年。道理是这样的，我问男生，结婚和不结婚区别是什么？你知道吗？结婚前自由的吧，结婚后就不自由，就不自由了，就要考虑很多东西了，为未来做打算了。其实你们在3年恋爱当中好像也没那么多的纠结，对不对？我先问问男孩，你妈妈是管你的公司还是管你们俩？他现在提出来是管我的，因为我们还没结婚嘛。你结婚是干嘛的？是成家，对吧？这位男生的妈妈，你认真的看我们的节目，为什么我们的嘉宾对您的事情，这个热情超过了对2个孩子？其实我们觉得问题的症结主要在您身上。对，我们特别想表达的是，
固然您非常不容易把孩子含辛茹苦的拉扯大，但是孩子已经大了，他需要有自己的家庭，需要有自己的生活了。这个时候，您必须适当撤离，甚至放手，让他自己去过自己的生活。哪怕他前面走一点弯路，可能会撞破一些南墙，你都要让他去试。因为妈妈，您知道，会有一天您离开的时候，他依然要独立。所以妈妈，请您仔细的思考一下。这个是对的，说得太好。哎呀，都动了真情了，是吧？因为真的真心的想为他对，出力。为什么？对其实为什么动了真情，就看到了2个层面的爱，一个层面的爱叫爱情，一个层面的爱就看到了亲情的极致表达，就是一个妈妈对儿子含辛茹苦，在各种艰苦的条件下，怎么抚育一个孩子的成长。所以各种情感汇聚在一起，我们才会有真情的那种流动。这世间的事真是没办法。他其实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很像他妈妈，像你妈妈，遇事很刚，有计划性，这非常像，这没办法。但是恰恰就因为他像他妈，所以这2个女人搞不在一起，这就是模式嘛。我想跟女生说，既然你嫁给他了，你能不能全面的接受？现实情况就是，别人嫁人就是嫁一男人，你嫁人是嫁一男人，还半步要嫁给他妈妈，就是你要跟一个半人磨合，你能做到吗？你能做到，你勇敢的往前走一步。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女生你多想想，万一啊，我只是说万一，这老太太就认死理儿，儿子的钱就要把在手里，这婚咱还结吗？我觉得还是看他对我的态度吧。他说了，看你的态度，说白了是，如果你能让你的未婚妻感受到你的爱，你真的爱她，她是可以在对待你的母亲的态度上容忍和让步的。这取决于你。其实说白了，我不因为你，我干嘛要照顾你妈的那个面子和感受呢？是这意思吧？想清楚。我觉得这姑娘还是挺理性的。男生也想想吧，快点长大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会努力做以后我们爸之间的融合剂。我觉得我们现在最缺少的还是沟通。你就是能不能别有事没事就离家出走，或者说消失之类的。其实我挺担心你的，我妈也挺担心你的。其实我们就是走到婚姻这一步，一路走过来还是挺不容易的。但就是你家和你说的话，这让我有点接受不了。其实当时我的心真的其实挺凉的，我真的不知道，就是我到底能不能还做你的新娘。其实特想帮你。他刚才说一句话，说我们沟通不够，我就在想，如果那天提出结婚在哪儿、新婚之夜闹洞房的时候，他们俩能单独坐下来，你能够像博宏老师那样跟这姑娘说，姑娘我这么说，你看是不是就接受了？我们其实就是请一些亲戚朋友，不是要那个特庸俗的闹洞房。可能在这儿闹洞房2个含义，一个含义我妈想给别人看看，看我这个女人多不容易，但是我熬出来了，我儿子娶媳妇儿。第2个含义在老房子里说，老公啊，天堂有眼啊，你看啊，儿子长大了也要娶媳妇儿了，我呢算把你们家这任务给完成了。如果他这么跟你说，你还会那么反抗吗？所以他通情达理，你还不够顶天立地啊。如果还想继续往下走，就请出来。如果说我还要考虑考虑，还没考虑清楚，可以不出来。谢谢2位请回。
本来觉得是一挺轻松的事儿哈，来请关门就是一个落跑新娘，就想轻轻松松的，结果你仔细分析完了，又希望他们好，你又担心和害怕，这个时候就看爱情的力量，不知道他们考虑的怎么样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下载金鱼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金鱼 APP、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收看本期节目。真的不敢开门，你知道吗？但是也得看呐，请开门。哦。你得快点长大，好吗？刚才有位老师说了，只有你能摆弄这两个女人的时候，你们就真的达到了幸福。所以除了包容她的妈妈之外，你还要给你先生一些时间，帮她去长大，好吗？其实我一直想对你说，如果说有100个人都喜欢你，那么我希望我是其中一个；如果说有10个人都喜欢你，那我希望是其中一个。如果说有1个人喜欢你，那他肯定是我；如果说没有人再爱你了，那么就是我不在了。唉，请亮灯啊！哎，这就是小男生，你知道吧？马上你都要成家了，居然对自己老婆说：“如果有100个男人爱你，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如果有10个男人爱你，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你成年人，你知道是什么吗？如果有100个男人爱你，我全给他打走。对，这是成熟男人。你未来的生活是要保护他和你的母亲，你要保护2个女人，你还在那儿肉肉乎乎的臭小子，快点长大！我提一个不情之请，你可以打，也可以不打。就是已经决定要往这个家庭里走了嘛，对未来的婆婆有什么想说？刚才周群老师是帮你跟婆婆沟通了，未来的日子里要跟婆婆沟通的肯定是你，有什么要跟婆婆说的？我希望就是婆婆以后还是稍微多给我们一点时间，然后我和她也会以后多去孝敬你。特别棒，特别棒，谢谢啊，祝你们幸福。来，请回，请回。我最后感慨啊，就是当那姑娘含泪说妈妈，你得给我们点空间啊，我会对你好的时候，我在想，其实一个人呐，如果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会为自己的选择认了，他一定会幸福。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金鱼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金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机。有网友提问说，有个男生追了我5年了，因为一直都是好朋友，感觉变成对象挺别扭的。他人很好，但工作一般，异地。如果我们在一起，就会面临很多现实的问题。他老劝我说，以后会好的，让我相信他。我已经27岁了，他比我还大1岁，我该怎么办？我觉得让你别扭的，可能不是由好朋友变成恋人这件事儿，而是这些现实问题让你别扭。有的时候，如果太过理性，就缺乏了爱情的那点冲动了。祝你幸福吧，谢谢。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